最近一直没有更新的原因，是我一直在思考我这个频道的定位。最近，然后暂时我想到了，我会更新3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我会分享一些近期或者我比较喜欢读的书，和大家一起读。第二个的话，我会分享一些故事类的，然后就是一些猎奇的故事吧，还有一些真实的犯罪，这个相对来说的话比较杂。第3个部分的话，我会分享一些关于游戏方面的。以后的话，我会定期1周更新2个视频，因为我发现如果每天更新的话，确实时间非常有限，再加上我这个视频目前的话时长都比较长，所以来说的话，相对占用我的时间，特别是在假期的时候，有很多事情真的没有时间，挤不出来时间。好啦，今天关于我这个频道的报道，然后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我刚才说的我要分享的那3个主题如果你们有喜欢什么好的主题，也可以给我留言。今天我会带来一些关于学校的一些恐怖故事。第一个带来的故事是卫生间的规划。我高一住在高中部1楼的宿舍，因为我们的宿舍以前是个坟地，所以有一次室友早上告诉我们，他昨晚上厕所时在角落里的那间厕所里看到一只长长的脚从其中的一个门里伸了出来。从门缝里看，这间厕所是坐式的马桶，我们县长都不会去用。如果真有人用那马桶，还能把脚从门与地板间的空隙伸出来，除非他坐在马桶旁边的地上。但要坐在马桶上是不可能的。后来也听其他部的同学学弟说，那只脚常常出现在那间厕所，露出门外大约有15公分，而且像一个正常坐在马桶上的人伸出来的脚。因为整个脚掌都是着着地，还说如果看到时千万不可以乱说，千万不可以乱说话，不然会连续几天恶心、头痛或者做几周的噩梦。教室幽灵，某大学的一栋教室楼就在这座3层的楼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该教学楼建造于建校之初，因此有很多教室的地板都不是木质的。就在该教学楼3楼的某个教室中，有一次一位同学自习到很晚。那时由于该校没有几栋教学楼，因此所有的教学楼都是通宵开放的，为的是那些用功读书的同学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当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该同学在此教室里已经待了一整天。到了这时，他再也撑不下去了，就趴在桌上打起盹儿，在迷迷糊糊之际，他好像听到后排的座位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他实在是太累了，因此也是无心去管，继续打盹儿。但是后面的滴答声一直不断，使他没法好好静下心来。他回过头想要表示一下抗议，让后排的同学不要再发出类似的声音，可是后排什么人也没有。这下他可傻了，心想怎么回事？他循着
滴答声，走到后排，人一下就带走了，因为他看见雪从后排坐上往地上滴雪，地上已经有好大一滩雪，他什么都没想，没命的跑回宿舍，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同学，可没有人相信。第二天他又到昨天那个教室去了，发现地上还有一滩雪渍，从此之后他再也没到那个教室过去。而现在你再去看，该教学楼所有的木质地板都漆上了红色的油漆。网络自己在口水上看见自己同名的网友一点也不奇怪，可你就不一定会和你同名的人聊很久，毕竟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可我却和一个与我同名的网友足足聊了接近半年的时间，彼此十分默契，我们有同样的兴趣，也爱看同样的书。有时我告诉他我刚看了谁谁的书时，他会说他也刚看完。我有时真的很庆幸自己在半年前的那次选择没有错，虽是由于谈完选择了同名的网友聊天，可毕竟选对了人。但是他有一点怪，就是他每次上网都是半夜12点的时候，当我们聊到2、3点时，他又悄悄走了。可这个疑团在半年后才解开了。记得那一天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上了网，竟发现他早已在等我了。他说他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有他的苦衷，本来想好聚好散的，可我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哀求他说出真相。最后他说，我之所以和你同名，因为我就是你网上的你，镜中的你，我们有相同的性格，所以也是十分好奇才与你聊的。我要走是因为我怕再和你聊下去，我想要回到现实中，而那样的话我们就要互换身份，你会永远变不回你自己。我还没有看完，电脑屏幕就一片漆黑了。由于灯早已关了，房间就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我心想，在这个时候通常都会有电话响起，直到那时我还以为有人在玩我，所以我并没有恐惧。电话真的就在那时响起来了，我拿起电话，那头传来我的声音，听着自己的声音，感觉很怪。那时处于惊恐状态的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只听见最后的那句再见。接着我就连续病了3天。当我在看我的 QQ 的好友名单时，发现不见了，名字就消失了。陪我去倒水吧。我们学校的女寝室一共有3栋楼，分别为1舍、2舍和3舍，一共有7层，我们就住在第6层最上面的一层，放着一些长期的道具和服装。走廊是长长的走廊，静得让你可以听见你自己的呼吸、心跳。
到4点，天已经暗得不能再暗了，窗外冰雹般的雨点不停地下着，阴冷的风好像从第一缕吹出来。就在那晚，风把厕所的玻璃打碎了，玻璃的碎片散落了一地。长长的走廊里，只有我们的寝室的门前的那盏灯还亮着。我心想，还好我们的门前还是亮着的。那晚练完琴，我们回到了寝室。我的好朋友婷婷洗漱完，并要出去倒水，我就让我陪她去。我同意了。昏暗的长长的走廊里，回响着我们俩哒哒哒的脚步声。婷婷端着水杯走在前面，从寝室里到厕所的灯光越来越暗。我说：“你慢点呀，这么黑别滑倒了。”当我们要走到厕所的时候，突然婷婷手里的水盆掉到了地上，水也洒了一地。我就问她怎么了，她没有说话。就在刹那间，我感觉很怪，说不出来的怪。她突然回过头，什么表情都没有，惨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当我看到她的眼睛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她只有一对白眼仁。我以为她吓着我玩，我就盯着她看，心想想吓我，看你能坚持多久，累死你。过了大约有2分钟，她表情一点都没有变，眼睛也没有变，连眨都没眨一下。那种奇怪的感觉一次又一次卷袭我的全身，我打了个寒战，心里越想越害怕。我一口气跑回寝室，嘴里喊着：“鬼啊，有鬼啊，我的妈呀！”我拼命地把寝室门撞开冲进去。他们对我的行为不满地说：“喊什么呀，鬼哭狼嚎似的，难听死了！什么时候连喊都变得这么难听了呀？”我说：“我见鬼了，鬼是婷婷呀。”婷婷变的，说什么呀？什么时候都不会说话了呀？哈哈哈！他们笑着对我，他们笑着对我说：“我可是怕极了，要不早和他们吵起来了。”我回到床上，婷婷进了屋，他们都一句我一句的说了起来。我看了他一眼，还以为和以前一样，心想：难道我眼花了？我还是有一点害怕。我发现只有我和他对视的时候，他就会没有白眼仁。我不想看他了，干脆睡觉好了。我和婷婷是对头睡的，半夜时我觉得脸上好像有些黏黏的东西。我慢慢睁开眼睛，没等我看清脸上是什么东西，我感觉到什么物体漂浮在我身体上面。婷婷，她那双没有白眼仁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的妈呀，鬼呀鬼呀，上帝呀，怎么了？从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对劲了，怎么了？受什么刺激了？我说：“鬼有鬼的。”就在我说睁开眼的时候，睁开眼睛，发现婷婷一直睡在她自己的床上，睡觉呀！我心里害怕极了，整晚没有睡，也没有睁开眼睛。终于到了早上，我找到了老师，我对他说：“我想换个寝室。”老师太好了，老
师太好了，给我换了个寝室。之后每天晚上，我原来的寝室同学都会碰到和我同样的事情。最后寝室只剩下两个人，婷婷和胡月。后来胡月和我讲，晚上的时候，婷婷让我陪着她倒水去，可她不想去，也是害怕。我们和她说的是吧？胡月就和婷婷说不去，你自己去吧。他看到婷婷一直端着水盆，看着她的布，对她说：“你陪我去倒水吧，你陪我去倒水吧，你陪我去倒水吧。”婷婷表情不变，端水的姿势也不变，就连说话的声调都没有变。胡月有点害怕了，就走进门口，想躲开他。刚把门打开一半的时候，胡月好奇的驱使他回头看了婷婷一眼。只见婷婷看着他的布说着同样的话，什么都没有变。他害怕极了，他刚要转身跑，只见婷婷突然盯着自己，用他那没有白眼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恶狠狠地说：“你陪我去倒水吧。”胡月转身要跑的时候，他的面前一下出现了一个穿着西服、画着洗脸的女人。“你是谁啊？不要过来呀！”“喂喂，起来了，没事吧？”胡月听到有人和他说话。胡月慢慢地睁开眼睛，说：“我见鬼了！我们刚才发现你在寝室门口晕倒了。”进屋一看，婷婷的布和她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婷婷死了，我们就赶快给老师打电话，之后把你送到了医院。你没事吧？后来医生对我们说，发现婷婷的时候，经检查，婷婷已经死了7天。我心想，可能第1天我陪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吧。胡月把我拉到他的身边，和我小声地说：“我晕倒的时候，好像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看到那个穿西服的女人，梦里就是我看到的那个穿西服的女人，在我们的走廊唱着悲的戏，唱着很悲的戏，唱着唱着就从我们的厕所窗户跳下去了。之后我就被叫醒了。你说是怎么回事？”过了不久，我听上届的朋友说，以前有个女生，她的学习和专业还好，就是家里没有钱。她当时报考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那时的名额只有1个，她的专业和文化课都已经过了分数线。可是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有钱的学生，可能因为有钱吧，她没有考上。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男朋友也因为没有考上而提出了分手。她受不了刺激，觉得学校很不公平，就在她当时住的地方跳楼了。她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那个楼层。温柔女鬼。大学的生活总体来说是平静的，偶尔发生的无非是却发生了一些让我们自己都无法忘记的事。因为寝室楼的紧张，我们是唯一住在教学楼的学生，所以当晚上9点以后，偌大的教学楼里就只剩下我们一班20多个女孩和几个校工，和平常一样的一个夜晚。9点半多了，我和最小的小阿童要到音乐系的楼里去打点热水。磨蹭半天，快10点，我俩才出了系门口。整个操场和我们平时这个时候见的一样很挤，空无一人。
为什么？只见阿童贴近着脸，好像看见什么似的，跑到操场中间。我实在领着阵阵的暖雾，跑不动了。我甩开阿童的手，哎，你干什么呀？见鬼了你，累死我了！阿童半天没有说话，只是明显的发抖。小童，你怎么了？生病了？我走过去，这也没有什么呀，就我们俩，怕什么？我无意地回了一下头，一下子我的头皮都麻了。刚才还空荡荡的操场上，突然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人影，我们俩也被拥挤的人群挤来挤去。我手中的暖壶差点掉在地上，这回轮到我了。我手抓着阿童的手，猛劲地跑进了西门口。就在我们俩转弯上楼的一瞬间，我的余光扫了一下外面，又是空无一人。我和阿童像捡了条命似的跑回寝室。同寝室的都说我们俩的脸像吊死鬼。我生气地打了他们一下，不要再提这个。阿童瘫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凑过去，哎，刚才打完水你跑什么呀？虽然我也心有余悸，但对阿童刚才的样子的反应还是有点好奇。阿童捂着胸口，半天才开口说：“你没看见吗？医院西门口那个老头。”“有啊，他是清洁工吧？”“什么啊？”阿童的脸色稍稍的好了一些。刚才我们出来时就在奇怪，我就奇怪咱们出去的时候没有这个人呀。我就随便往地上一看，他的影子上还有一个人，是个小孩子的影子，趴在他的背上。我还听到小孩子在哭叫妈妈，我的冷汗马上就下来了。联想到刚才我以为是幻觉的人流，天呀，我不是就这么背吧？快毕业了还碰到这种事儿，我想上厕所，刚睁开眼睛就觉得根本动不了，我的帘子一角歪歪地掉下来，我竟然看见我们寝室上有个女人，她的头发像被火烧过一样乱七八糟的梳着，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发出一股糊味儿。她的个头中头站着刚好可以和住上铺的同学的脸对脸。我看不清他的脸，只是看到他在每一张床前都带着看上铺同学的脸，然后再趴在下铺同学窗帘的缝隙盯着看。室友都睡得很熟。此时此刻，我万分痛恨睡前我失踪。此时此刻，我万分的痛恨睡前我失踪火抢来的那一杯大汽水，不然现在我也该睡得像死猪一样。也不必要睁着眼睛活受罪。他轻轻地飘过来，我马上闭上眼睛装睡。因为我的帘子掉下来一大块，我想他的脸是可以定离得很近。那该是怎样的一张脸啊？我不敢再想了。只盼时间快点过去，可是足足有5分钟，他还没有走。我搂在被子外面的右手开始有点发麻了，不知是冷还是吓的。突然，我感到
自己的手抬起来放进被子里，不是自己，是被一只手冰冷的手放进去的。我甚至可以感到那只手上长长的指甲划在背上。女鬼转身走向另一张床，是阿童的床。我又眯着眼睛看着女鬼，看到阿童的床帘，好像很高兴，就一把扯了下来，在鼻子前闻着。我记得当初阿童挂这个帘子是着实让我们笑了一阵子，因为那是一块很旧而且样子很土的布料。因为那好像阿童的妈妈解放前做嫁妆的压箱底。女鬼师傅似乎非常喜欢这块料子，一直站在那里抽来抽去的，大约10分钟后，他放下窗帘，然后把阿童一把抱了起来。我的脑子嗡了一下，他要做什么？难道要害阿童？我该怎么办？我喊也没有力气了。阿童的身体并不娇小，甚至比女鬼的个子还高，但女鬼很轻松地抱着他在屋子里踱步，嘴里还不知道哼哼呀呀的说着什么。阿童是个绝情的人，可是这么折腾了半天，他竟然发出了微微的鼾声。我的汗水在这个冬天的半夜里也让我全身湿透了。这不过短短的20分钟，简直就是像世界末日般的难过。我的手开始稍稍地动了，我想天亮了吧。女鬼好像也知道该走了，她放下阿童，盖好被子，准备要走了。就在我有点奇怪地盯着她，想看看传说中的鬼是从门走还是从窗户走时，她突然转过头，那张焦黑的脸与我相距1米，对视。天啊，他原本应该有眼睛的地方，只不过有2个黑黑的洞而已，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就这样注视了好几秒，他咧着可以称其为嘴的地方向我笑了笑。这一笑，我全身的血液好像都冻住了，一晃之间眼前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一个梦。我就睁眼到了天亮，好像要上厕所的念头都没有了。第2天早上，一直到所有人都起来了，我才让别人陪着去厕所。阿童的窗帘扔在了地上，好像在提醒我昨夜发生的不是一场梦。阿童睡得很香，最晚起来，他问我们是谁碰掉了他的帘子。我不知道怎么说，昨夜女鬼临走时碰掉的。录像规划，我有一个朋友家住在漳州农村，他说他家旁边有一条小河可以钓鱼，邀请我们去。于是我们几个朋友选一个礼拜天驱车到他家去，晚上在他家里喝酒时听了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在漳州有一姓郭的一对夫妇，在儿子满3岁时替他拍录像作为纪念。3岁的小男孩十分开心，在镜头前跳来跳去。那对夫妇也沉浸在幸福里的愉悦当中，而没有注意到儿子的不对劲。就这样，那个小
3岁的小男孩跳着跳着就死了。1年后，这对夫妇在儿子忌日那天把录像拿来看，以解死子之苦。没想到镜头里一直在跳的儿子不是因为高兴才跳，一只凭空出现的手正抓着他儿子的头发，不停地往上拉，儿子是被拉死的。那古怪的一笑，只上7楼的女孩。话说在台湾某所大学有一个1年级学生叫嘉怡，有一天正因为临近期末考试，他就留在大学图书馆自习，直到图书馆要关门才算离开。当时正值夏天，天空正下着雨。就在他走进电梯大堂的时候，他预见到他的学长阿明和他的女友安妮也是打算回教室里拿一点东西，就吩咐她的男朋友先去取车，他很快就会回来。当时佳妮也正打算追上去，想和学姐一同去教室，但慢了一步，只好等待下一部电梯。等了好久，他觉得很奇怪，因为2部电梯都停在7楼，动也不动，焦急的他只好爬楼梯上了4楼。当他一踏进4楼，因为所有的灯都已经关了，所以他一眼就看到亮着的灯，电梯里正在发抖的学姐安妮。当他走进安妮的时候，他看见安妮正急速地呼吸着，他心感不妙，立刻把安妮带回楼下找阿明。当安妮平复下来的时候，他问了佳怡一个问题。他问佳怡，在他踏进电梯的时候是否看到了其他人在电梯内。佳怡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只有安妮一个，并没有其他人。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当安妮踏入电梯，她看到一个很瘦弱的长发女子靠在电梯的一角，因为她低着头，而且头发很长很长，所以看不见她的脸，但也能看得出她皮肤很白。当时安妮并没有在意，转身就下了4楼。同时她也看到7楼的灯也亮着，那个女子是要上7楼的。电梯一直上1楼、2楼、3楼、4楼、5楼，电梯没有在4楼停下，反而是一直在上。安妮的本能反应是按下的那个按键，但没有用，电梯的门没有开。同一时间，安妮听见有急促的呼吸声从她身后慢慢的传过来。突然门开了，是7楼，没有亮灯的7楼。就在这时，那个女子从安妮身边慢慢走出电梯。安妮被那个女孩吓坏了，苍白的脸上满是血，长长的头发上也滴着血水。那个女孩走出电梯之后，走向其中的一个窗户，跳下去了。辫子整一宿门都没有随她死，迷迷糊糊醒来，发现窗外已经大亮，秋天黄亮的阳光透过帘子掩进来，只觉得双眼发涩。都怪我没想，都怪昨晚他讲的那个故事。昨天黄昏，梅和雾草岭去东城外散步。我忽然开口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一个流传甚广的围攻故事。
事的，你就让我讲一次吧。我没等没答应，就开口讲起来。一天晚会，应该是9点，对，这样的气氛比较温和一些。一个9点的晚会，一个男青年独自漫步在一座小山坡上，突然看见前面不远处的树下站着一个女孩，女孩背对着他，远远地看着，形单影只，娇小无力，特别脑后那条辫子又黑又粗，油光水滑，有人急了。年轻人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走上去轻轻拍了拍女孩的肩膀。喂，他说。女孩缓缓转过头，又是一条又黑又粗油光水滑的大辫子。梅坐在梳妆台前，把头发散在胸前。每天早上，梅总要把自己扔在镜子面前发一会儿呆，什么都不想，或者什么都不想。是个平凡的女孩，走在大街上，随时会被淹没的那种。梅唯一的骄傲就是她那一头留了16年的长发。从有记忆起，人们就开始夸赞她的头发好，扎成辫子后油漆好，油光水滑，又黑又粗。人见人夸，故事里的那个女孩的辫子有我的辫子好看吗？梅想，不知为何，从昨晚开始，女孩娇弱无力的背影在她眼前一直牵绕不去。每次想起，梅微微的站里有一丝莫名的兴奋。梅就这样披头散发的坐在梳妆台，前，静静的凝视着镜子里那张毫无特征的脸。渐渐的意识到，好像被秋风捉空的云朵消弭在空白无际处，而时间的钟摆则在突然间变得悠长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梅在心里和自己打了个赌，看见自己接下来会做些什么，是扎根麻花辫子，梳条马尾巴，还是就这么永远的披头散发。梅经常沉醉于这样的心理的游戏，每一回在这种冥想的选择前，梅都体验到一种实质坦然动弹不得的眩晕感。梅还有一些其他的古怪念头，比如说站在阳台上望着远方的云和树，梅会有纵身跃下的冲动。梅不认为这是多么危险的事，也许这一跃便会有另外一种奇异的结果发生。原来我会飞。再比如说，有时在大街上骑车，看着身边呼啸而过的车子，梅就想，如果我将车把稍稍的偏左一点，就偏一点点，那会怎么样呢？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也许这一撞把汽车给撞瘪了，就像那个摔断脖子的超人。或者即使我死了，人们也永远猜不透这场车祸的真正的缘由，既不是司机酒后驾车，也不是我蓄意自杀这个车祸的缘由，只是因为我想实验一下把车把偏左一
时候，总禁不住的嘿嘿气笑，像个恶作剧的孩子。梅总一边好了麻花辫子，换上崭新的衣服。这时太阳已经很高了，迎着阳光，梅看见里面有无数的尘粒在轻舞飞扬，就如同嗅到了生活的气息，心里很安详。上午9点30，如约来找梅到照相馆去拍结婚照。上午9点30，我如约。照相馆的老头已经很老了，就连鼻涕都在他的唇角，也是浑然不觉。不过梅觉得老头再老也老不过那台历史的照相机，那张黑黢黢的镜头里吞吐过多少张幸福而甜蜜的笑脸呀！梅想，老头在黑面红尘的相机里，相机套里捣鼓着半天，半头大汗地探出难道忘了把唇上的液体说茄子。等等，梅突然说，转身很优雅地把辫子甩在胸前。好了，然后梅和吴一起说茄子。走出照相馆的时候，梅隐隐有一些兴奋的感觉。结婚尽管是件后患无情的买卖，但是这一刻梅竟然有些幸福感。梅仿佛看到了那即将要到来的美丽人生的背影，她下意识地挽紧了吴的手。中午时分，街上有一些街上人很少，偶尔车子呼啸而过，溅起一些声响，随即消失在无尽的虚无之中。梅挽着吴的胳膊，感觉他的红头耳机很结实，梅的后头总塞着难以名状的快乐。这一刹那，梅忽然觉得自己以前的想法太古怪，她决定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梅和吴站在街道中心，西边方向飘来片段的欢声笑语，在沉寂的空气中若隐若现。梅拧头看见迎面来了一辆贴着喜的东风牌的卡车，卡车上全是年轻人，他们张开大嘴唱歌，就好像是街道上是他们家的厕所。我拽着梅的胳膊说，快过街。梅下意识地跟着走，东风车过来得很快，梅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砰的一声轰然倒地。梅醒来的时候，周围已是围满了人，叽叽喳喳，眼子里透着焦急的关切之情。梅看不见这些人的面容，因为她的内根又粗又黑，油光水滑的辫子正好被压在东风车的后轮底下，梅的脸也被死死地压在了上面。梅听见了一个男生说，好险，头和轮子只有半米的距离。女生说，真是奇怪，居然把辫子压在轮子下面。然后吴说话了，他说，要不我们把辫子剪了，这样就可以出来了。男生和女生都纷纷说是。这时梅说话了，不能剪辫子。他心想，这根辫子是我的骄傲，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让司机把车子往前开，我不就出来了吗？笨死了你。梅说，车子发动的时候喷出一阵浓郁的汽油味，熏得梅的脑袋一阵眩晕，但
是很想，没想，没事了。把鞭子拿出来，一切就没事了。车子发动了，稍稍向后戳了一下，然后没闻见大脑和路面接触的气息。此地细密空旷寂寥，这一刻没看见了那个女孩的身影。远远看去，形单影只，娇小无力，脑袋那条辫子又黑又粗，又光水滑，有人急了，没死了。那一天是梅大喜的日子。1周后，我上照相馆取了照片，发现照片里的梅的面目模糊，只有那个辫子又黑又粗又光水滑。好啦，今天的故事主要是来于大学里的一些微恐故事，希望你能喜欢。